你是1还是0还是 0.5？ OK， 你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你觉得我是什么。Hi guys，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这一期视频呢是之前给大家说好的，就是一期 Q&A。那做这一期视频的目的呢，其实是因为自从我回归发布视频以来我在各个平台都增长了一定的粉丝量，不是特别多，但是我已经很开心了，所以我收集了一些问题，然后想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些回答。那如果你期待这一期视频的话，不要忘了给我一键3连哦。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我会很感谢如果你可以点击下方的关注按钮。我之前也做过 Q&A， 差不多应该是2年前的事情了吧，就我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我当时应该看起来跟现在特别的不一样。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 Q&A。 第一个问题，之后会在国内发展吗？现阶段来说的话，我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说不定我愿意把我现在的这个阶段想象成一个过渡期。我现在其实主要就是带学生，给唱片公司写歌，然后做自媒体。这是完全我理想中的生活状态吗？不完全是，但是有多少人可以说自己的生活完全是自己理想中的状态呢？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拿自己喜欢的事情作为事业，已经是很幸运了。第二个问题，谢谢你为 Coco 发声，希望对你在行业内的未来没有影响。Well， 我朋友圈的音乐公司高层已经对我估计麻木了吧。我在21年回国之前就被某一个国内的音乐公司高层批评过，说我话太多，然后会发表很多很敏感的言论 whatever。 但是当我在发表自己言论之前，其实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很清楚心里我不是一个路人或者任何一个网友，我是真的在这个行业内从业的一个工作者。但是我还是觉得我需要去分享我的经历和我的看法。我们都知道 Coco 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是我其实很理解他，如果这个选择会让他觉得更轻松，我甚至会选择支持他。为什么我会这么讲？ Coco 很喜欢跳舞，甚至可能超过唱歌那具体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当我面瘫最严重的那一段时间，当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再唱歌的那一段时间，我心里也有过这样的想法，我心里也有过觉得如果我永远不能再唱歌了，因为这是我此生最喜欢的事情，是我努力了一生去完善去完美的一个艺术，这是我的事业，我的梦想，我的所有。那如果我失去了唱歌的能力，那我觉得活着也不会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当我了解到他在除了承受这些压力以外还被这样子的对待，这是我选择发表我自己意见的时候。让我很失望的一点是，我的朋友圈有90%的音乐人，那除了我以外可能只有2-3个人讨论了这件事情。我不怪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的同行，每个人都有账单要去还，每一个人都有家人要去养，但是这不改变我很失望的这一个事实。因为在我看来，音乐和艺术不应该是这样子的，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留洋过的音乐人，你是一个去过美国音乐学院的，那你不能否认的一点是 Coco 曾经给你铺过道路，你在学校里面可以被教授或者同学多看得起一点，多少是因为曾经有过李玟，这是你不能否定的一点，因为他曾经让世界知道了 what Chinese musicians are capable of， 所以在我看来这是我们欠他的。下一个问题，除了音乐之外，车车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吗？我非常喜欢摄影，在我高中的时候我买了一台我的第一台相机是佳能的 700D， 然后当时配了一个套头，自己钻研什么是光圈，什么是快门速度，什么是 ISO。 作为毕业礼物，我父母给我买了一台5D3， 配了一个当时非常好的镜头，配了一个24-70 f2.8 的红圈镜头，然后这个镜头我用到现在，包括我现在的微单。我在纽约读音乐剧的时候靠给同学拍那个演员的大头照，然后赚了一定的生活费。然后上个月我终于升级了我的老古董5D3，然后我买了一台佳能的26 Mark II， 这是我除了音乐之外应该最大的一个爱好。所以你们现在看到我的不管是短视频还是长视频，都是我的新相机拍的。比较好笑的一点是，我摄影的设备加起来，什么镜头啊、机身啊，加起来要比我音乐的设备要贵很多。就我的声卡、我的话筒、音响加起来其实都没有这个相机的机身要贵。所以如果你听过我的音乐，然后你觉得我的东西质量很好的话，你不用花非常多的钱在上面，我这些东西加起来其实也就不超过1万吧。好，下一个问题，你最讨厌的事情？我最讨厌的事情有很多我是一个有很多习惯的人，但是如果说就是网上我最讨厌的事情是被叫嫂子，然后被叫婶婶然后被叫姐。其次，如果我看到那样的评论，我一般来说就是直接拉黑，然后删掉。我不管你是出于一个什么开玩笑的目的，还是调侃的心理，就是我看了很不舒服，然后我就会删掉，就记住不要给我这样评论。其次还有一些评论，比如说你听起来很好，就是因为你的设备很贵你的声卡、你的话筒，那其实这就我觉得我有必要单独出一期视频
来教育一下这一些人。你的话筒、你的设备、你的声卡越好，你的优点会被放大很多，但同时你的缺点、你的瑕疵也会被无限的放大。其次，难道你会要求所有知名的摄影师用行车记录仪改的 CCD 来拍照才能说他是一个好的摄影师吗？或者一个画家他用最便宜的廉价的这个颜料去画画才能说是一个好的画家？下一个问题，想知道车老师在纽约发生过什么有趣的故事？听朋友说纽约的物价超级贵，但是景点特别美。有趣的故事好像都不太能说。物价其实跟波士顿差不多，的确非常贵。我当时在波士顿的这个房租是$2000一个月，加上水电费。千万不要以为我住在什么豪华的公寓，我住在一个类似于毛坯房的地方，墙皮都是剥落的，水管都是暴露在外面的。我看一下我能不能找到照片吧。但是主要是我一个人住嘛，因为我有宠物，然后我又要做音乐什么的，所以不是特别方便有室友。美倒也是还好，其实就是大城市。我个人其实更喜欢去一些自然景观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像阿拉斯加，甚至洛杉矶，因为那样的地方我就会觉得是我没有看到过的东西，就真的很美很壮观。但如果你要说像纽约的话，我觉得高楼大厦，然后那边的人特别粗鲁，很脏。我觉得去过一次就差不多了，除非你特别有钱，你可以消费，你可以住最好的酒店，那肯定是不一样的。还记得在高考前那段时间，特别爱听你的 Rose Tattoo， 真的每次听都很感动。然后在歌的开头结尾有一段好像是救护车的声音吧，不太清楚，但想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就是我当时被我的第二任甩了，然后发现对方在甩掉我的当天晚上，就和那个所谓的你不用担心他的存在，他跟你对比什么都不是的那一个人发生了关系。所以当时我就是觉得我死了，我心里特别的难受，觉得自己永远跨不过去这道坎。不止写了这首歌，我写了一整张 EP， 觉得自己不会再爱了，就是被无缝衔接，然后被绿嘛。所以其实不是什么特别的故事。救护车的声音就是网上找的这种城市白噪声，他自己里面带了一个救护车的声音，我觉得挺应景的，所以就把它加在里面了。下一个问题，透露一下原创什么时候发？车会发自己创作的一些作品吗？我以前发过，其实我一直也有在写。今年不是因为生病了嘛，所以稍微少了一点。其实我一般就是按照唱片公司给我的要求去写，比如说这是给某某艺人，然后他的风格是什么，然后或者可能给我一些参考的曲目，让我按照那个样子去写一首类似的歌给这个人。为什么不那么经常自己发这些作品呢？因为我得吃饭啊，自己去发这些歌，你的回报是不一定成正比的，所以我一般会选择卖掉这些歌，这样子会比就是自己发歌赚钱来的实在一点。OK， 下一个问题 ，AI 对音乐界的冲击会有绘画那么大吗？暂时其实还好，大家肯定听过就是网络上面一些恶搞的什么牛姐翻唱《爱如火》啊，它就是听起来很搞笑，但其实很假。我觉得暂时科技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是可以完全的替代真人的演唱的。你知道我一直都有在给湖南卫视的综艺做和声写和声配和声。我顺便说一下，有个很大的 IP 就快要播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里面会有我的和声。当然我不能说是什么，就是这些节目他们都会需要有一个所谓的东西叫做导唱，比如说一首老的歌，他们拿出来让选手翻唱，但是一般来说这种翻唱都是配上新的编曲，他们就会需要导唱去唱这个主旋律，配上新的编曲，然后让这个选手去学。那有一次他们发给我了这个工程文件，然后就说 Diego 这次我们不需要你唱导唱了，我们只需要你配和声，因为导唱这一次我们用 AI。 然后我听了一下，说真的唱的还可以，五音都很全，但是就是有一点机械。如果是为了让展现这个主旋律的这个目的，它是足够的，但如果是让你去听着学这个感情什么的，那可能就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下一个问题，一般每年什么时候在杭州过年吧？一般往后的视频内容方向，说真的我也不是特别确定。如果你有一个想看我做的视频内容，或者想看我做更多的视频内容那你可以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告诉我。下一个问题，想听你说说目前人生中哪首歌在你心中留下了最深的烙痕？其实有挺多的，但如果真的要我选一个的话，我可能会选花木兰里的 Reflection。 那这首歌有3个版本，第一个是 Christina Aguilera 的 Reflection， 就是大家最熟知的这个版本，第二个是李玟的自己，然后第3个是 Lea Salonga 的音乐剧版本。那这3个版本每一个版本都在我心中都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小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像是有人把我心中最深处的想法给唱了出来。就当这首歌唱到When will my reflection show who I am inside 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是音乐跟灵魂上的交流。 OK， 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特别胖，然后成绩很差，然后又特别白，然后又是班里面唯一一个喜欢唱歌的男孩子，所以这些东西结合起来，你想不被霸凌都有点困难。所以当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真的会觉得我的倒影什么时候才能呈现最真实的我自己。说真的，这3个伟大的女人给了幼小的我非常非常多的自信，让我有信心去上台唱这首歌。然后他还问就是会有线下聚会吗？有机会的话当然了。Alright， 下一个问题，想知道好好的减肥秘诀。那我现在已经胖回来了啦，但是当时健身加上节食是没有什么妙招或者
着捷径，很辛苦，但是也很有用，也不能说是节食啦，应该说是控制饮食。下一个问题，选择音乐生这条道路的前途如何？其实就看你天赋呗。如果你天赋很出众，在你当学生的时候就高出你同班同学一截，那你以后在工作的时候应该也不会差。特别是现在网络很发达，那你其实有的是平台去展现你自己的能力那找工作其实也不会特别难。下一个问题，可以脱衣服给我们看看吗？Absolutely not. OK，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收到过最多的一个问题。你是1还是0还是0.5 ？OK， 你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你觉得我是什么。众所周知，我是一个铁 T。真的有很多人刚开始关注我的时候，就是觉得我是个帅 T。其实说真的，我自己看自己以前的照片跟视频，就我不怪他们这么会觉得。好了，那这一期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谢谢你看到了最后。那如果这一期视频反响很好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做第2期。我做自媒体差不多也有2年了，那不管你是在这中途加入我们的这个家庭，还是从一开始就开始关注我，谢谢你所有的支持。那希望以后你也会在。Thank you for watching， 拜拜。I'm not entirely numb, I still care about you.